1976年9月，正当英国第15、19国王皇家骠骑兵团的 B 中队在塞浦路斯执行维和任务的时候， A 中队却在英国本土执行另一项特别任务，这项名字叫做 Keep 巡演。从字面意思上来解释，叫做让军队融入公众视野，类似于现在常见的军队开放周活动。当时 B 中队正驻扎在英国南部的蒂德沃斯，而他们要前往的则是这支骠骑兵团的总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英国面积不大，但这两个地方之间也有着500多公里的距离。一般对于装甲兵来说，这么遥远的路程，骠骑兵们的装甲车应该要装上火车和人员分开运输。然而，这支部队装备的装甲车可不是一般的装甲车，而是英国跑得最快的胡式侦察车，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足以达到高速公路的最低限速了。因此，大概是出于骑兵的荣誉感，或者是出于宣传目的，又或者是单纯的搭错了筋，他们决定干脆把胡式侦察车开上英国的 A1 高速，直接开到目的地去。这群英国士兵开着装甲车，一把油门踩到油箱里的气势，在高速公路上横冲直撞。结果就是这些胡式在路上发生了多起故障，负责维修这些装甲车的轻型援助支队不得已被落在了主力的后面。周五下午，主力部队抵达了纽卡斯尔的兵营。负责指挥这支部队的参谋军士长立刻跳下装甲车，回到总部的办公室补觉，将部队的指挥交给了负责这次 Keep 巡演的年轻少校。过了不久，参谋军士长揉着眼睛，睡眼惺忪地从宿舍出来，发现那个负责巡演的少校独自站在停车场，望着路上扬起的尘土发呆。参谋军士长走上前，看着空荡荡的停车场，问道：“先生，大家都去哪儿了？”少校耸耸肩，面露难色。“好吧，我对他们说，他们做得很好，成功地把小狐狸们带到了这里。现在他们可以在周一巡演开始之前回家休息一个周末。”军士长又问：“他们人回家休息了，这很好，但车呢？是那些胡式侦察车去哪儿了？”少校露出了古怪的标签，说道：“我对他们说，既然我们是来这里搞宣传活动的，你们可以把胡式侦察车带回家，向家人和邻居展示这辆装甲车。”他们当时就一阵欢呼，然后开着车消失了。于是，这名少校和参谋军士长的整个周末都开着车在英格兰东北部乱窜，在附近的住宅里搜捕狐狸。那么，这些英国大兵带回家的小狐狸究竟有什么魔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英国的胡式装甲侦察车的故事。正如我们以前提到过的，20世纪60年代，随着帝国的收缩，英国的海外驻军成本高昂，国防预算出现了严重的亏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在不缩减海外势力范围的前提下，提出了一项新战略，那就是在有需要的时候，将部队和装备从欧洲的基地迅速空运到指定地区，用空中输送的便利抵消英国战略收缩出现的问题，简称空输出动。而要想把装甲车也带上飞机，甚至是直接空投进入战场，各类尺寸小、重量轻的侦察车是首选。此时的英国还在使用40-50年代开发的 FV601 萨拉丁侦察车，以及尺寸更小、火力也更弱的 FV701 雪雕侦察车。为了替换掉这两辆车，满足英国新战略的需要，当时的英国战车研究与发展机构在新一代装甲侦察车的框架下，启动了2个项目。第一个叫做战斗侦察车轮式，另一个叫做战斗侦察车履带。最后脱颖而出的自然也是2个，一个是履带式的蝎式装甲侦察车，另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跑得飞快的英国小狐狸 FV721 胡式侦察车。这2款车的相同之处都是在使用捷豹 4.2 升汽油发动机。胡式的研发始于1965年，到了1966年的时候，当时还正在制造雪雕侦察车的考文垂戴姆勒公司获得制造15辆原型车的合同。1967年10月，第一辆胡式原型车完工，经过一系列的测试，最终于1970年被英国陆军采用，由利兹的皇家兵工厂生产，一共生产了325辆。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作为一个低成本的轻型装甲车，只生产了300多辆，其实是十分不寻常的。虽然这并不代表着胡式装甲车的性能落后，但它的市场表现显然是不达标的。同期生产的 FV101 蝎式装甲车，仅英国陆军就采购了1500辆，还有1500辆用于出口，比胡式成功太多了。此外，胡式侦察车已经从英国陆军退役，而大家今天仍然能在英军的作战序列中看到蝎式的身影。
胡式侦察车全称为 FV-721胡式战斗侦察车辆轮式，是英国陆军计划用来替代雪貂装甲车的车辆系列，由阿尔维斯汽车工程公司设计，由英国皇家兵工厂利兹工厂负责生产。胡式侦察车的成员为3名，驾驶员坐在车辆前部，由一个可向右升起打开的舱盖，允许驾驶员把头探出来。而在舱盖封闭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舱盖上的一体式广角潜望镜观察路面的情况。这个潜望镜还有被动夜视功能，只不过需要驾驶员自己手动更换成像组件。胡式的炮塔位于车辆中央，炮手和车长分列炮塔左右两边，两者均配有向后打开的单片式舱盖。从谢尔曼的经验中，我们知道舱盖越多，成员的生存性越好，尤其是对于胡式这样一个装甲薄弱的侦察车来说，更是如此。胡式侦察车上最具标志性的就是那个几何构造的旋转炮塔，由铝材焊接而成，标配一门30毫米拉登机炮，但并没有配备射击稳定器。虽然这门拉登机炮是手动供弹，但它是一个弹夹炮，每个弹夹3发，总共备弹99发，由车长兼任装填手的工作，可以发射脱壳稳定穿甲弹，牙齿尖利，火力十分凶猛。此外，拉登机炮并不需要外部电源，即使是车辆失去电力也能够继续使用，只是必须手动俯仰和转动炮塔才能进行瞄准。拉登机炮的旁边是一挺 L37A2 7.62毫米同轴机枪，标准备弹2600发，打装甲单位不够看的，但是用来压制步兵，效果肯定没得说。这门拉登机炮的右侧安装有马可尼生产的 SPAV L2A1 被动式夜视瞄准镜，这个瞄准镜还是很有趣的，它就 1.6 到 5.8 倍的放大倍率，高倍率用来瞄准，低倍率用来观察周围情况，通过不同的光圈快门组合，将高低倍率物镜隔离开来。此外，这个观瞄装置还有一个闪光快门，和拉登机炮的扳机联动，当扣下扳机的时候，瞄准镜上的闪光快门就会关闭，这样一来，炮手在射击的时候就不会受到炮口焰的影响。在高倍率瞄准时，带有高度控制的照明弹道标线会自动注入光学系统，炮手只需要把标线和目标对准，就可以轻松命中目标。瞄准镜暴露的物镜窗口上还附带了一个雨刷，以保持视野清洁，看上去十分的可爱。在这套光电瞄准系统的上方，还可以加装一个 ZB298 战术脉冲多普勒雷达。这个雷达一般是配发给步兵侦察部队的，但由于其体积实在是太大，装在侦察车上效果反而好得多。它的作用范围最远可以达到10公里，训练有素的操作员甚至可以根据物体移动引发的多普勒频移，从雷达的输出中识别人、动物、车辆和坦克，可以说是一对非常灵敏的狐狸耳朵了。胡式的动力也是十分充沛的。前面说到，它由一台捷豹生产的 4.2 升6缸汽油发动机驱动，配合上较轻的车体和优秀的传动，功率重量比来到了 28.1。胡式在公路上的前进极速可以达到惊人的每小时104公里，是同类车辆中速度性能最好的。而且由于车体比较矮小，还大量使用了铝制装甲，进一步减轻了重量。胡式侦察车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载具，快速抵达战场，其中最亮眼的要数空投能力。一架 C13 运输机就可以携带3辆胡式，其中的2辆甚至可以直接用降落伞空投到战场上，这也是他们的前辈雪貂侦察车的特性之一。最后，不要忘了，这是一辆英国装甲车。英国的装甲车可以没有装甲，没有火力，没有机动，但肯定不能缺少一件设备，那就是驻察器。英国人在胡式这么紧凑的车体里还挤出了一点宝贵的空间，安放了一个 13.6 升容量的饮用水箱，以及带有主插器插座的车体配电箱，充分考虑了坦克兵们战场来一杯的需要。说完了小狐狸的优点，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缺点。首先就是防护问题。还记得胡式的设计者阿尔维斯汽车工程公司吗？早年间有很多人都在猜测阿尔维斯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认为阿尔维斯实际上是铝和拉丁语中力量的合成词。阿尔维斯的工程师驳斥这一说法，并表示这个词并没有实际意义。但有趣的是，他们设计的胡式战斗装甲车几乎全车都有铝板覆盖。胡式采用了全焊接的铝制装甲车身和炮塔，装甲仅能抵挡轻武器射击，例如班用机枪和炮弹破片等。胡式的手上是一块45度安防的12毫米铝板，车体侧面的装甲板厚度更大一点，但倾角更小。整个车装甲最厚的地方是炮盾，也只有32毫米。虽然面对坦克甚至是同级别的装甲车，胡式的装甲基本上等同于赤身裸体。不过作为一个侦察车，胡式装甲车能抵挡轻武器的攻击就已经完全合格了。实际上来说，胡式侦察车的装甲厚度甚至比俄军现在使用的 BTR-80还要再厚上一些。
此外就是复杂地形的通过性问题。首先，作为轮式车辆，胡适本身在通过性上就不如履带车，而胡适侦察车还有一个额外的问题，许多使用过胡适的英军部队都报告过胡适侦察车翻倒的事故。目前看来，很有可能是因为胡适的重心比较高，本身车速又快，如果驾驶不当的话，碰到什么障碍物原地起飞，甚至是平地摔跤，也只能说意料之中。而说到两栖特性，倒是不用为胡胡担心，得益于较高的车体，不要说无需任何准备就能涉水1米深，胡适出场还标配了浮力屏障，能够在2分钟内竖起，完成求渡的准备。不过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胡适都拆除了这个浮力屏，有可能是因为拉登机炮开火的炮火焰会损坏浮力屏，这也算是设计时的一个小缺陷。胡适有许多变体，但绝大多数都停留在原型机阶段。例如 FV722雌虎，这是胡适侦察车的无炮塔版本，有2辆原型车，一辆保存在英国伯文顿坦克博物馆内，另一辆则保存在澳大利亚。由于去掉了炮塔，雌虎装甲车变得更轻，机动性更好。去掉科技含量极高的炮塔以后，造价也更便宜。设计它的目的是想让它成为雪貂马克1的直接替代品。不过很显然的是，此时的英国陆军实际上仍然大量装备着雪貂，再来一个超级雪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而且雌虎就算再便宜，也便宜不过生产了4000多辆的雪貂，因此只能停留在原型车阶段。而另一个比较有趣的设计则是军刀坦克。前面我们说到，胡适已经从英国陆军退役，但他的炮塔还是可以发挥余热的。所谓的军刀坦克，实际上就是将胡适侦察车的炮塔装在了 FV101蝎式的车体上。考虑到这2辆车都是阿尔维斯出品，而且是同一时期的产物，这样进行换头也不算是很难理解。不过军刀坦克作为一个拼凑出来的产物，算不上多么好用，2004年就从英国陆军逐渐退役了。此外，还有预计出口给马来西亚的潘加侦察车，配备了一个赫里奥公司出品的 FVT800炮塔，标配一门25毫米 M242大毒蛇机炮。不过这个竞标没有成功，潘加侦察车也只是停留在原型车阶段，马来西亚转而选购了蝎式和突击者。很显然，在马来西亚以外的崎岖环境中，这2种履带式侦察车有着更好的适应性。使用25毫米 M242机炮的还有一个胡适25，换装了 BAE 开发的神射手电动炮塔，还特意在炮塔顶部增加了观瞄设备，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攻击低飞的直升机等目标。胡25的这个设计放在今天这种无人机到处乱飞的战场上可能会十分讨喜，毕竟跑得又快，车身又小。25毫米机炮正面对抗装甲单位虽然不行，但对付无人机可是一打一个准。不过问题就在于胡25的那个时代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无人机，25毫米的机炮火力强度并不比直升机强多少。胡适本身也没法加装对空搜索雷达，交战距离也仅限于视距内的目标，因此也只停留在原型阶段。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胡适变体，就是配备了米兰炮塔的坦克歼击车米兰湖。米兰是法语中轻型步兵反坦克导弹的缩写，由法国和西德联合研制，和陶式导弹比较类似，使用光纤线控和半自动视线指令制导的组合，配备一个103毫米的破甲弹头。在80年代，美国向阿富汗提供了不少武器，其中就包括米兰导弹。据称，米兰导弹对苏联装甲部队的威胁就如同毒刺对苏联直升机的威胁一样巨大。不过这辆车也是仅有原型车，并没有实际生产过。其余的还有将炮塔换成机枪的，把胡适的炮塔装到 FV432上的 FV432、30等就不一一列举了。总的来说，胡适在海外市场并不太受欢迎，只有尼日利亚和马拉维采购了胡适，而在英国国内还有数量庞大的雪貂和萨拉丁库存等待着英国军队消化。胡适没能大规模列装，又早早退役，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